欢迎回到投资硬总经。川普在上任之后扬言将立起关税之墙，希望过去对美贸易顺差过大的国家可以再加大力道投资美国。而为了不被美国排除在好友列表之外，日本已经率先表态，而日前台积电也宣布加码。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川普急着要钱的背后是美国面临的三大困局。美国一直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最大的国家，累计资金已经达到 5.4 兆美元，这其中日本就是最大的投资国。依照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BEA 的统计，截至2023年底，日本投资美国的累计金额达到7830亿美元。从1919年以来，日本就一直是投资美国金额最大的国家。2月7号，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石破茂会面，石破茂宣布将史无前例把对美投资金额增加到1兆美元，这也将会是单一国家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最高金额。石破茂之所以能够喊出投资美国1兆美元，除了本来的投资就已经达到7830亿美元之外，软银集团的会长兼社长孙正义在川普当选之后就立刻跑到海湖庄园，宣布未来4年将在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创造10万个工作机会。随后由软银、OpenAI、甲骨文共同投资的星际之门 Stargate 的 AI 数据中心，未来4年也将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除了软银， Toyota 丰田也是美国的投资大户。Toyota 是美国最畅销的汽车品牌，2024年卖出了 198.7 万辆，在美国的投资也相当广泛，像是2021年在北卡州投资了13亿美元，2022年在印第安纳州投资8亿美元，2024年在肯塔基州投资22亿美元，用于扩展制造电动车。目前看来，软银在星际之门的投资如果可以顺利进行，将会是日商单一投资美国的最大个案。不过目前投资美国最多的企业个案其实就是来自台湾的台积电。台积电在2020年首度宣布在亚利桑那州建厂，投资120亿美元，已经在2025年量产。2022年的12月，台积电又加码建设第2座晶圆厂，投资额增加到400亿美元，这是美国外国直接投资个案里面的最高金额。2024年再加码第3座晶圆厂，投资额增加到650亿美元，并且争取到了美国晶片法案最高66亿美元的补助。而在3月4号，台积电总裁魏哲家又宣布将再加码1000亿美元投资美国，这使得台积电对美国的总投资金额将会达到1650亿美元。虽然川普对于拜登政府的晶片补助案不以为然，可能还会有变数，但是台积电在美国的投资是循序渐进的，而且也赶上了美国 AI 基础建设的大浪潮，现在更宣布加码1000亿，也让台积电暂时离开了关税制裁的名单。这样看起来，川普以关税要挟各国加大投资力道，成效似乎还不错。不过如果我们深挖川普急于导入资金的深层原因，不外乎就是为了解决美国目前在经济还有政治上遇到的3大困局。在继续说明之前，财讯想跟频道会员表达谢意，有很多观众朋友给我们留言与赞助，或是帮影片按赞还有分享，这些都是我们持续经营的动力来源。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当前美国的3大困局有哪些呢？首先从美国的财政结构来看，当前美国财政与贸易双赤字的压力爆表。我们曾经在58集的节目中聊到过，川普在选前就承诺要对内减税，而为了避免税基流失，新的税源就必须往外面找，所以川普希望用关税来减少贸易赤字，并且增加直接投资，希望可以对改善财政结构起到正面的作用。第2个困局是全球化造成美国就业机会流失，中产阶级外流，贫富差距扩大。中经院副院长王健全就分析，美国太早去工业化，导致中产阶级的空洞化，而美国最强大的科技业还有服务业只会创造超高薪的科技、金融还有法律白领，以及超低薪的餐饮服务生这2种人。
靠着中下阶层力挺才当选的川普，当然要用更积极的手段回应选民的期待，让美国的产业再次工业化。第三个困局是供应链失衡已经冲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了，这当中也包括资讯的安全以及人身安全。过去美国将制造业大量外包，借以降低成本，但是在地缘政治的角力之下，供应链安全的考量已经高于成本。因此在对等关税的目标产品中，重点针对半导体、汽车还有生技药品等等关键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其实就是要确保这三大类攸关美国安全以及霸权地位的产品可以在美国境内制造。那么既然美国制造已经是美国目前的政策方向，凡是对美国贸易顺差过大的国家，恐怕都免不了面临川普以关税逼投资的压力。美国制造将成为新的主流，终极目标当然就是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啦。财团粉丝们，您认为美国制造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吗？ A. 可以，钱多好办事，大量的国际投资流向美国，成功的机会就大。 B. 不行，即使外国投资力道加大，美国也走不回制造业的老路了。 C. 不知道，现在还看不出来。留言告诉我们吧。今天的投资硬总经就到这边，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欢迎留言按赞与分享哦，我们下次见。